欢迎来到 Super ELS Station。问你一个问题，假如今天去动物园，看到老虎被锁在笼子里，你会觉得这是保护还是束缚呢？想必大多数人会认为，这只老虎好可怜，它失去了自由。可我们人类一旦遭遇危机，面临问题呢，似乎还是在第一时间找个笼子把自己关起来，疯狂内耗。这个简单的比喻，像不像现在大多数人的困境呢？苦苦追求虚无缥缈的升职加薪，人人认可，想要过得比身边人都好，苛求自己处处操心，事事完美，迟迟放不下早已不在同路的人，翻篇的事。而一旦有了这些执念，人就陷入了自我捆绑，执念加深，继续自我捆绑的死循环。其实这世上最大的监狱就是人的内心，走不出自己的执念，走到哪里都是囚徒。美国作家梭罗到瓦尔登湖隐居前，一直渴望进入体制内，为此他从事过多种工作，督察员、测量员，甚至野兽守护员，每天兢兢业业工作，却始终未被列入公职人员之列。现实与梦想背道而驰，看不到自己的前路在何方，这让他的身心饱受折磨，最终患上了一场大病。后来躺在病床上，他才恍然意识到，自己如此怨愤不安，昼夜难寐，不正是因为执念太深太重吗？于是他选择抛开一切，走进森林，试图寻找内心的一方净土，这才有了后来的瓦尔登湖。隐居前的梭罗，不正是我们生活中的模样吗？渴望得到别人认同，可别人的一句话，一个表情，就觉得他对我们不满意。在职场追求完美主义，希望被肯定，结果适得其反，被过度的责任心榨干了自己，总是预设和一个人保持长期的关系，等来的却只有期待后的失望与被伤害。活在原生家庭的阴影当中，久久无法自愈。这些执念让我们在工作上不得志，在人际关系中挣扎，在情绪中沉沦。其实生活本不苦，苦的是欲望得不到满足。人心也本不累，累的是放不下的太多，给自己设下了心灵的牢狱。多少人为了那些得不到的东西，走散的人，忘不掉的伤，苦苦纠缠，日夜难眠，却忘了真正伤害自己的不是那些人和事本身，而是自己的执念。那么执念太深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？就像是心中藏了一把火，日日夜夜都在灼烧自己，而这把火在王响身上烧了整整20年。在电视剧《漫长的季节》当中，范伟饰演的火车司机王响让人唏嘘不已。他本来有着幸福的家庭，引以为傲的工作，可随着儿子的意外去世，一切都成为泡影。他执着于寻找儿子死去的真相，自暴自弃，甚至放弃了对妻子巧云的爱，放弃了自己的工作，甚至未来的可能性。20年的执念让他无法向前。故事最后，王响在儿子最终沉冤得雪后，恍惚间看到了20年前的自己。释怀了一切的他，朝着曾经那个
执着的自己大声喊道：别回头，往前看。这是王想对自己过往20年混沌人生的顿悟，也是给每个观众的宽慰。人这一生多的是想不通，放不下，得不到，多的是遗憾和懊悔。总有一些事怎么也无法如意，总有一些努力怎么也得不到回馈。而一个总是对过去抱有执念的人，是无暇顾及当下的。很赞同一句话，人生最大的伤害莫过于理应放手，却从未停止纠缠；莫过于早该抽身而退，却搭上了余生做执念的傀儡。人生没有走不过去的难关，而真正的难关是自己心里的那道坎儿。把放不下的放下是种成熟，把想不开的想开是种豁达。路不通的时候不妨拐弯，心不快的时候选择看淡，感情渐远的时候让它随缘。只要一直往前走，别回头，那些你以为永远无法跨越的坎儿，其实早已被甩在身后了。执念是封闭自己的枷锁，放下是解放自己的钥匙。生而为人，没有谁的生活是容易的，即使没有惊涛骇浪，也总是一地鸡毛。如果学不会将过去翻篇，只能陷入执念的泥潭，无休止痛苦。无能为力的事当断，生命中无缘的人当舍，心中烦郁执念当离。世间烦恼千千万，但解开它的钥匙就在我们自己手中。破除执念，方能获得自由。